意大利的时尚之都被称为北方的经济心脏，拥有世界级的建筑设计、艺术珍品以及米其林美食。没错，就是米兰。前面已经介绍了罗马、梵蒂冈、佛罗伦斯、威尼斯等经典旅游攻略，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呢，记得点上方小卡片哦。米兰很多人只会安排1日快闪行程，但是我个人建议至少安排2天，这样才能好好感受米兰的建筑美学以及在地生活风格。以下就是48个小时跟着淘淘这样玩，保证让你不踩雷。小弟弟，我是淘淘，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。作为住在米兰超过6年的前任米兰人，今天终于要来介绍这座让我又爱又恨、陪我走过青春的城市。不要以为米兰只有大教堂跟 shopping 哦，它其实是一个融合传统创新设计以及历史的超有层次的城市。这一集淘淘就是要带你去看米兰的必玩景点、必吃美食以及住宿区域选择，真的是干货满满，赶快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！米兰大教堂 Duomo di Milano， 米兰的绝对 C 位，世界上第3大教堂，花了快600多年才建造好的哥德式建筑奇迹。它光是雕像就有3500座，它真正的名字其实超级长，不过呢，全世界人都叫它 Duomo。古代的教堂广场就是市民的生活中心，它可以容纳超过4万人，比台北小巨蛋还多2倍以上，于198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来了避雷提醒，人超级多，真的是每次来都排到天荒地老，所以呢，淘淘在这边给你3个避雷提醒哦。第一，早起早排队，最好呢在开门前半个小时就抵达。第二，预购导览团可以优先入场，导览团的资讯淘淘都已经放在资讯栏咯。第三，强烈推荐一定要购买可以攻顶的票，你可以亲眼看到那些精致到不可思议的雕像，而且还可以整个俯瞰米兰市。天气好的时候呢，甚至都还可以直接看到阿尔卑斯山哦。另外，在这里提醒一下，攻顶的票分为电梯跟楼梯，如果预算充足的朋友呢，尽量选电梯哦。票种非常多，请务必一定先要上网购买哦。我个人非常强烈购买，它里面包含教堂、博物馆，还可以搭电梯攻顶哦。相信我，把体力留给后面的行程，你非常需要。艾曼纽2世走廊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。逛完大教堂以后呢，请直接右转到旁边这个俗称是米兰的客厅的回廊，它是米兰最古老的 shopping mall， 美到像皇宫一样。里面呢有 LV、Prada 等等旗舰店，还有很多意大利百年品牌哦。这里走进去根本就是个活生生的艺术品。抬头呢，你就看到非常漂亮的玻璃宫顶，低头一看就是非常精致的马赛克地板，非常的美。所有的一线品牌也都在这里 ，Window Shopping 也非常的开心。不过这里呢穿插一个很悲伤的小故事，回廊的建筑师在开幕前的前一天，非常不幸的从鹰架上坠落身亡，所以他没有能亲自见到自己的杰作。来，找到这个地上的金牛，据说呢，你用你的右脚踩在它的重要部位上转3圈会带来好运哦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，都已经被踩欧了。史卡拉歌剧院 Teatro alla Scala， 穿过回廊我们会看到这个全世界歌剧迷的最高圣殿，就是史卡拉歌剧院，它是世界3大歌剧院之一。外表虽然看起来很朴素，但是它里面真的是金碧辉煌。如果没有办法来这里听一场歌剧，那一定要买票参观它的内部博物馆，不仅可以看到历代经典歌剧的戏服，还可以从包厢内一窥歌剧院的内部，真的超级美。无论你是音乐控还是建筑控，这个景点你绝对不能错过哦。Zona Brera 布雷拉区，从歌剧院到下个行程之前，我们会先经过这个被称为米兰艺术家心脏的布雷拉区。它这里呢不像多么前面有非常多观光客，它这里就是简单的石板路，有很多画廊，还有非常多非常有风格的设计小店。除此之外，布雷拉美术馆也在这边哦，它里面收藏了非常多大师等级的画作，比如说像拉斐尔等等。这个里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的天堂哦。即使你不喜欢艺术，没关系，在这里随便找一间咖啡边坐下来，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米兰的古典艺术魂。除此之外，这里也是米兰家具展设计周每一年的重点。还没有看过米兰家具展设计周攻略的朋友，记得点上方小卡片哦。斯普尔扎城堡 Castello Sforzesco， 这里是米兰人的中央公园的起点，因为它后面呢有个非常大的绿地跟博物馆群。这座红城堡呢是米兰昔日统治者 Sforza 家族的堡垒，达文西也在里面工作过哦。城堡庭院是免费
参观的。不过不要错过里面的博物馆，因为它的镇馆之宝就是米开朗基罗的最后一件遗作——隆达尼尼的圣殇。这座虽然是一个未完成的雕塑，但是它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再来就是城堡的后院，米兰最大的城市绿地——森皮奥内公园。下午来这里散步呢，真的非常的舒服哦。一直往后走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和平之门，这是当时拿破仑下令建立的哦。本来呢是要庆祝他的胜利，结果盖太久，等到盖好的时候，他已经战败了。不过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拍日落的绝佳打卡景点，看着夕阳穿过这个和平之门，非常有小巴黎的感觉。每年到了过年呢，这里也会举办盛大的华侨过年活动。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呢，欢迎点上方小卡片哦。第一天的美食地图在这边。在这里推荐2家必吃的小吃店 Panzero di Luini， 它距离大教堂不到2分钟哦。它是个超级有人气的炸馅饼。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什么是意式炸馅饼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来尝尝。它那个一拉开起司拉丝，哇，超级好吃，超级罪恶。Via Sterlina Sorbillo， 我个人认为它是全米兰最好吃的炸披萨。它距离多摩也非常的近。以前呢，我放学的时候常常都会跑来这里偷吃这个炸披萨。因为真的超级罪恶，但超级满足。来米兰一定要吃的就是米兰炖饭 risotto alla milanese 和米兰炸牛排 cotoletta。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知识哦，在米兰点 cotoletta 的时候呢，它有2种版本哦。一种呢是比较传统的，它是比较厚带骨，用奶油煎的正统版；另外一种呢，它是敲得很薄很薄很薄，面积变得很大，已经大到像象耳朵一样的流行版，因此呢也称为 orecchia d'elefante。2种版本我个人都认为都很好吃，看你是比较喜欢厚一点的还是喜欢薄一点的哦。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来米兰用餐一定要先事前定位哦。Maltide Osteria con carne alla brace， 这家店的店名顾名思义就是主打炭烤肉品。如果你是肉食怪，这间店你一定要来吃。他们对于肉的品质不仅很高，而且它所有的肉品都是直接用炭火烤成的，肉的鲜美混上炭火的香，哇，那个感觉真的超好吃。他们家Cotoletta特色呢，它是用高品质的小牛肉，是带骨的，所以它比较偏向正统版。处理的方式呢非常细腻，炸油的温度也控制得非常好，外皮非常的酥脆，而且它里面的肉汁呢还是锁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不会说很干很柴，吃起来还可以尝到肉本身的鲜美的甜度。他们家 risotto 呢是 risotto con osso buco， 就是炖牛膝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他们家的口感我觉得特别的 creamy， 每一口米饭呢都是裹饱了牛骨跟番红花的香气，真的是会让人吃到停不下来那种邪恶的美味。再来就是 Trattoria del Nuovo Macello。这家呢在 Porta Romana 附近哦，它是米其林推荐的小餐馆。他们家的 Cotoletta 呢是厚实多汁，骨头也是完整保留，每一口都超级有存在感。它气氛非常的朴实不浮夸，价格呢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哦，是我们当地人默默珍藏在口袋的名单之一哦。如果呢你是喜欢超薄超大的流行版的炸牛排，那这2间你绝对不能错过。这家呢可以说是米兰炸牛排的传奇，它的环境呢非常像是那种童话中故事里的童话森林。每逢到圣诞节、情人节、生日，都会许多米兰人都会来这里庆祝，因为气氛真的超级的梦幻。他们家的炸牛排大到是可以把整张脸都盖住那种，外皮超级酥脆，肉也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吃。特别推荐大家圣诞节前后来这里，因为这里的气氛真的超级魔幻，非常有气氛。Il ristorantino della carne， 吃因为单一口味的炸牛排吗？没关系，这间呢拥有超过30种不同风味的炸牛排哦，从松露酱到辣味番茄酱到素食版本的都有哦。而且它超级贴心，它还有提供无麸质的选项。对于食材有严格要求的朋友呢，这间你可以考虑看看哦。住宿区域选择推荐在这边。绿色适合小资族，黄色适合家庭亲子出游的朋友，紫色如果你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，不要错过这些区域哦。红色拜托千万一定要避开，非常的危险。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，中央车站晚上其实也不是很安全哦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也请尽量避开。好，以上就是米兰2日游的第1天。要来米兰旅游的朋友呢，记得不要错过下一集哦。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艺大不同。Ciao, a presto!